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它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啊飞啊，飞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以上节选自《阿飞正传》，也就是张国荣哥哥的经典语录啊。那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为此纪念一下哥哥。Hello， 大家好，这里是加密阿尔法，非常期待与各位观众老爷相见。每一次的开头都是糅杂着不同的情绪来跟大家进行这样述说，没有千篇一律，没有 copy。每一次的开头都是我自己去录音，自己去创作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指纹浏览器。那么早先在群当中的话，其实是有向各位观众老爷承诺做一期关于指纹浏览器的这样一个介绍。早先的很多视频的话，都会在开始的时候教大家如何去创建钱包，怎么样翻墙，怎么样注册交易所。如果你还未注册币安 OKX 交易所的话，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我们提供了币安和 OKX 邀请链接。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会获得全网8折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享受不定期的空投奖励。那如果你是新手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有详细的介绍。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这些的话都是在我视频当中有所体现啊，相信一直观看我的视频的观众老爷的话，也应该有所发现，我是在每周一的这个时候会进行到一个实用的工具分享。那么大家进入这个 Web3 圈子的话，想必这些细节所有的人应该都已经学会了。那么今天就从防女巫的这个方法开始介绍。那么使用到指纹浏览器的原因，就是因为多开账号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有效的避免女巫审查。本期视频将会以视频以及文档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如果视频可能看得比较多的话，觉得时间比较长或者糅杂一下的话，那你可以尝试使用到这样一个文档。那么文档信息的话，又包括从注册一直到最后的结尾，所有的我都已经标记完成了。你只需要进行到相对应的照做就可以。那么其实就是把现有的东西交互给大家。那么希望大家在得到高回报的同时，也真正意义上去利用到自己所使用的工具。那我推荐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好、方便或者实用，甚至它会给你最终，其实大家都是因为大家都同一路人，最终回到的根本就是希望它能给你带来一些财富效应。那我们都知道2023年的3月份 ARB 空投了一波，那一波的话就是一个金铲子，然后整个撸空投的圈热情也是非常高涨，因为在这个撸空投的这个赛道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的造富效应。那么这也是我 YouTube 油管账号当中一直在做的事情啊。那也同时也出现了一大批通过空投赚麻的人。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3月16日 ARB 的话，那么它是属于 Layer 2的这个赛道，单账号的收益可以达到800甚至超过1万的这样一个就单号的收益啊。那很多人他暴富不是因为他做了一个单品的，就是一个单号单个精品号，他可能做了很多，可能甚至有很多，那大家都很好奇他是怎么做，他怎么完成的。因为根据这种相当诱人的回报率的话，所以很多人就开始了这个多号撸空投，并且已经在前几个项目中赚到的可能普通人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所以导致目前这个空投的行业会越来越卷啊。所以伴随着卷的话，那么项目方审查就会越来越严格。对于项目方的审查机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获知，但是我们能做到就是通过今天的这样一个教学批量操作，可以让大家吃到更多的鱼，可以让大家获得更多的收益。今天作为教学内容，给大家分享一下 ADS 指纹浏览器啊。那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一个实例呢？因为我就结合了3点：一个技术优势，一个相对来说的功能多样性，以及3也是我们最在意的安全性。但我们都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即便是最大最强大的服务器，也会存在一定安全性的问题，这也是我们一直以来无法解决和克服的三角关系。在早先2023年的8月31的时候，曾经出过一篇新闻，是关于使用到比特浏览器撸毛被盗，资产安全性再度引起关注的这样一个话题新闻啊。那么有反映出不少人可能几 U， 可能甚至是上万 U， 然后被盗。
就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多方的指纹浏览器，那么它使用的是比特浏览器啊，因为它把其中的一个关键属性给点开了，所以造成了那个钱包被盗，私钥什么全部都没了。它就是在点开这个同步拓展应用程序当中，数据当中，那包括 Bitget 上也有反映过这样的此类的问题啊。那么同时作为，如果今天你使用到了我推荐的这个 ADS 指纹浏览器的话，同时你要自己去衡量一下，自己去斟酌一下，你多开账号的同时，在进行到插件的一些导入的时候，或者是钱包一些输入的时候，是否要用到自己原先一直在用的那个钱包，钱包当中是否有大额金额，或者是有一些钱，所有的钱，所有的东西你都要保护好。我今天推荐这个只是因为它在国内使用率是最高的，然后同时相对来说是较为安全的。唯一一点可能不太好就是因为它要收费，但是大家都知道免费的就它收费会比较贵，免费的东西呢没有什么好东西，收费的话呢相对来说应该就会安全一些。然后我们这边开始今天的这样一个实战教学。首先的话，点开这样的一个注册指纹浏览器的页面当中啊，那我们点开之后的话会进入到这里。邮箱注册啊，同时也可以支持 Gmail 或者是 Facebook， 以及这个我可能这个我们就不管，我们应该一般来说都是用邮箱来进行这样一个注册。那么同时的话，我会分享我自己的那个专属的邀请码给各位。那么相对应伴随着我们注册完毕之后，我们就登录到这样一个页面当中。那么首先它说了部分功能受限，无法在网页端进行体验，我们所以还是要去下载一下它的客户端，而且必须要下载客户端。不要觉得麻烦或者怎么样，我下载完客户端之后会转到这个页面当中啊，下载的页面当中。那么它支持 Windows 以及 macOS 以及Linux。我在上期的 io.net 上面当中有提到过这个 Linux 啊，那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啊。那早先的话那个上期视频我是自己说我不太清楚，然后我就一笔带过了。那这里我简单提一下 Linux， 那这里也首先感谢一下我的老板，也就是 B 哥，他认真在教的这个事情啊。那首先 Linux 它是一种自由和开放源码的类 UNIX 的操作系统，那其实说大白话点就是单子操作系统中的内核。因为操作系统当中包含了很多用户图形接口以及其他使用的工具啊，所以如今 Linux 常用来指于 Linux 的完整操作系统，内核则已修改成为Linux 的内核称之啊。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那么它也支持64位啊，那我们相对应的那个自己的版本然后进行下载啊。Big 的话就是我们群主啦，我是他的小助理。那么下载完成之后，相对应的我们进入到此次的 APP 的板块页面当中，那么点一下立即体验，然后这里相对应的话就是点击一下跳过，或者是你根据它的操作步骤来。首先我们这边需要创建一下那个，因为首次这边的话我们可以获得2个免费的环境数啊，那么当前的用户是1，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文档的教学啊。看文档是为了方便于大家，那么到时候直接分享出来的话，直接去根据文档的操作步骤来，或者根据我视频的步骤来会更好。那么这边我们相对应的登录进去之后的话，马上转接到相对应的 App 的页面啊。这里会有各种板块内容，我们可以一一来说明一下。那么它在最左下角的时候会有一个 Free 以及环境数和用户数，那它这里会闪亮的登出一个首次订阅。那我们这边需要开多少个账户，所需要的个数就在这里有所体现，那么它有10个甚至高达1000个这样子。这里要说明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多开的话，如果在同步进行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有个别漏掉的情况下，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总是会有一些机器是不听使唤的。然后这里有相对应的多少钱，再单个，那你就像我今天刚刚一开始点的这个首次订阅的话，它是那个 base 的这一个套餐，然后同时也有 Pro 的这个套餐啊。支持的 USD 的话，支持的货币是 USD， 那同样也有别的，但是没有那个我们那个人民币吧，应该没有。然后环境数是10个，用户数是只有1个，那么目前它是9块9美刀，然后1个月，有点贵哦，其实我是觉得有点贵哦。你可以开始使用，也可以按月订阅。我们点一下开始使用的时候，它会出现这样一个页面，它有使用的天数呢，比如说有3天、5天、7天、15天，对应的不同的价格啊。肯定时间越久，单价会越便宜，但是综合一下的话，还是比较贵。其实还是比较贵的。
那么它支持不同的形式进行这样支付，甚至是可以支付 Alipay， 就是那个支付宝，或者是 WeChat Pay 微信的支付方式，各种支付方式还是比较应用俱全的，比较简单。我这里不做任何展示。那么同时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免费的用户来说的话，可以免费体验3天。我们这边相对应的选择到环境数，然后点击一下新建浏览器。那么现在就是注册环境的这个页面当中了。我说了，你可以根据我视频内容来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也可以通过这个我自己创建的文档，然后进行这样的操作，没有关系啊。那我这里直接开始进行，名称和相对应的分组，这个无关紧要啊。名称你可以随便打，今天只是作为一个测试的话，那我就可能打个测试，然后分组的话也无所谓，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分组，你是刚创建，然后这边可能就是比如说今天是撸毛必备，今天是教学必备。简单说一下比较重要的几点。那么浏览器它是基于这个内核版本啊，那我们肯定优先选择最新版本，所以要进行一个下载。那我们这边点击一下下载，它这里对应的话会选择成为这个，点开下载需要单独下载啊。那么我们点一下这里，下载完成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这样的使用了。那么这里要着重说明一下啊。这个的话其实一般大家都不会选，因为没有人用这个版本的浏览器吧，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这个谷歌浏览器的内核啊。然后相对应的操作系统，什么样的操作系统选择什么样的那个，那么同时它这里也有选项，你是 Windows 你是 Win 几的系列操作系统这边也有，那么 Linux 的话也是对应的，然后 iOS 啊、安卓啊或者等类似的，那么这里就不做任何勾选啊，这里不会做任何勾选，因为其实就是对应着你的那个操作系统内核。然后的话，这里没有做任何的添加，也不用去进行更改。然后这里的话有个代理配置啊，那代理配置我们着重去说明一下。如果你在日后想要进行多开环境账户的这个选项的话，那其实它会给到你一个我把它称为私钥地址吧。因为我们现在是本地词典，所以用的是我们本地的 IP， 那么它支持 HTTP 或者是 SCORS-5， 一般优先选择到 SCORS-5，HTTP 它仅支持网页的这样一个操作端啊。那么我们优先选择到 SCORS-5， 它会有一串那个主机加端口，也就是一串密匙会发给你，然后相对应的你勾选一下，其实就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教学视频，我们就勾选成为本地直连的这一种形式。那望大家理解啊，如果你是有去添加的这种代理的话，请你自行选择到对应的那个 SCORS-5， 然后去进行这样一个私域的添加啊。那这边我们就相对应的创建完成了。我是创建了2个，因为今天是作为一个教学视频。那么今天的教学内容是 Glass， 大家非常感兴趣吧？非常想要体验一下，就是多个账号、多个不同的 IP， 然后进行这样一个吧。那我们这边就进行一下 Glass 的这个实战教学。那首先这边2个创建完成之后啊，点击到这里啊。这样的话系统就会变成那个我们熟知的语言就可以。那我们这边退回去，然后转到相对应的这个板块页面当中账号管理，然后点这边我们目前是有2个，然后环境数有2个，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就可以免费试用。然后的话它这里再去点一下这里，我看下这个点免费试用是要花钱的吧？还是好像不用好像不用那这个挺好的，那我们就优先勾选第一个就好了。然后我们选完成之后的话，这不是对应的就有这个嘛？然后它这边会有提示啊，那么我们是先体验一下嘛，先感受一下。那这边的话，我们就相对应的点了一下试用，然后把这2个勾选一下，然后去进行一下打开。打开之后的话，2个会有那个浏览器的配置当中，然后我们等待一下，就是配置之后它就会启动。当然这个时候如果电脑第一次登录的时候，它可能会让你进行一下那个确认吧。然后这是其中的第2个，然后第1个的话也正在打开当中。那么这边就是相对应的1和2，然后也对应着我们的序列号1和2。那么目前基于这个 IP 地址啊都是一样的。那我们这边去把这个相对应的窗口点开。IP 地址目前都是一样的，等一下我会告诉大家这个 IP 地址如何进行更改啊。那我们这边相对应的做完这些操作之后的话，点击到这个 APP 的板块当中有个窗口的同步啊，那我们勾选一下。因为我相信大家在做同一个浏览器的时候，应该要做的程序都是一样的。我们这边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下。那首先点一下启动，
启动成功之后的话，我们这边要去优先勾选一下主的控窗口啊，你可以选择到1，也可以选择到2。如果你选择2的话，它1就会同步。那我们这边来具体演示一下，它这里应该可以进行一个排列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怎么样进行排列呢？一键排列试一下，OK 的。那这里我们点开一下，添加浏览器，它也会自动添加。那相信不用我多说了。那比如说你要进行一下小狐狸的插件的那个，你就搜索的 MetaMask。然后这边去进行一下插件的下载，然后都是一样的。因为我现在目前体验，然后浏览器相对来说也比较少，所以它同步率会比较高。如果你一旦出现了10个甚至10个以上，那恭喜你，就10个以上，可能50个啊，可能100个这种，你50个当中一定有那么几个它是不听话的，就要你单独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那这边点击到这里就是全部都接受，那你不难发现啊，它其实都是对应的这样一个。那你去下载到小狐狸的话也是一样的。那这里会出现个什么情况？那我这里点一下那个 download， 它这里也会 download 的。然后你把对应的这个插件放到这里，它其实就相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了。你的 MetaMask 已经不再跟你的那个原先的那个 Google 浏览器当中是对应的了。这样我说就明白了吧？那我们这边去添加一下 Glass， 那今天作为教学的话就 Glass 来为主。那这里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那我们这边点的话都是一样的操作。那这里点一下呢，点这个时候你会明显发现它这个数据是在这里的，所以会造成这个不同步。这个问题的话，我好像在用到那个 Windows 系统的时候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啊，可能那个苹果系统的话它会遇到这种问题吧。那我们相对应的也点到这里，然后去点击到这种添加。那这里我们来演示一下如何添加一下那个 Glass 的这个插件系统啊。那么首先点到第一个板块内容，然后选取到我们对应的那个，那我已经提前下载完成了。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它这个可能就移植不了啊。确实感觉好像没什么用一样的。那么这边相对应的插件完成之后的话，把它置顶，相对应的置顶，那它这里又开始同步了，说明画面其实要在同一个水平位置上。然后这边有了相对应的这个 Glass 的话，那输入自己的这个地址，那具体这个地址这个教学应该就不用我来说了吧，对吧？这里就是我们 Glass 的邀请页面了，使用我们这样一个邀请码，可以共享我们一起的挖积分的奖励啊，可以达到里程碑之后就可以进行积分的收集。那这里我就不做过多赘述了，因为我已经提过很多次了。然后我们这边相对应的登录一下我们自己的那个邮箱地址啊，那我这里就不是演示登录了，然后我们点一下登录，然后我先直接进入到那个板块页面就好。那么这边我们就相对应的进入到 Glass 的主页面当中。那我这里我不是给大家演示 Glass 啊，那我这里因为是开启了 VPN 的模式，所以它目前板块其实它是没有连接的，包括用到这个插件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断掉 VPN 的，只有断掉 VPN 的时候它才会连接成功啊。那这里我们要做的是收集到小火箭的这个奖励啊，你达到不同的分数的时候都可以收取一定的奖励，那这个奖励还是要去收集一下的啊，大家那个赶紧去收集啊，不要忘记啊。那这里就是我们简易的今天 Glass 的这样一个教学。那很多小伙伴会问，你这个有什么用呢？你这个板块内容不都是一样的吗？你这个 IP 地址不都是一样的吗？都是132.115.7那个178.244吗？有什么改变呢？这里就是我着重要说的，你要如何进行 IP 的更改。在进行 IP 更改教学之前啊，那么简单说一下那个刚刚那个应用啊，就这里应用啦。它其实上是可以进行在应用中心当中直接上传那个应用的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你只要把相对应的那个小狐狸钱包的那个 URL 输入进去就可以了。但是它会需要等待一定的时间。那同时我们今天不是开通了那个3天的会员嘛，所以我们的环境数也是来到了10个啊，所以你就可以提前体验到10个账号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教学我只开通2个，给大家做这样一个演示就可以了。那这里就是我今天这边要说的。那开始一下今天的这个 IP 地址的这个教学。IP 地址的话，在这里有所体现啊。那么首先要进入到这样一个网站，也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站。那首先需要进行一下邮箱的注册登录啊。那这里就会有相对应的这个邮箱注册登录的环节。那这里我们要结合一下文档来看了啊。它这里的验证码是区分大小写的，这边要注意一下。注册完成之后的话，选择购买代理，然后选择代理 IP 的国家，然后根据你所要购买的这个量，然后点击确认购买。
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主板页面当中，它有存在一些那个，比如说 IPv6 或者是 V4 或者是 V4 的 share 的话是3个用户一起共同使用，那么它价格是最低啊，不，它那么它价格是相对来说是 0.59 刀，然后 IPv4 的话，它单独的话是 1.77 刀，有点还相对来说是比较贵的了，我个人觉得是比较贵的。那么这几个有什么区别？我大概跟你讲一下。首先，那个 IPv6 和 V4 的话差价很大 ，V6 最多可以只购买3天，那么 V4 最低购买的话是1个月，所以显示的差价会比较大。那么这边建议大家选择到那个 V4 啊，因为很多网站它是不支持 V6 协议的，所以会导致很多网页打不开。V4 的话是个人使用的，所以比较贵。那么 V4 的需要的是这样一个环节，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3个，它是最多3个人共享，所以所以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然后这边就相对应的购买的环节啊，那么在每一次购买的时候，它的类型都有 HTTPS 和那个 Source File， 那这也就是我一直给大家强调的，为什么要在那个单独选项当中要选择到这一个。然后确认购买之后的话，点击付款，然后充值就会到账，到账之后的话会显示你所购买的这个 IP 地址。相对应的，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代理窗口啊等等类似的，然后你这边直接选择保存，图示的信息非常准确，请一切按照图示，也就是我做的这个文档来。然后的话，你这边买完成之后的话，你要怎样进行更改呢？这里有个 IP 地址的选项啊，那这里我说的一般是 Source File， 你就是点到这里，然后就会有一个主机和端口，那你相对应的输入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这边的话，先输入一下。给大家作为这样一个教学的演示哦。相对应的，我们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一下检测代理，然后这边点击一下确定就可以了，然后确认一下代号2的修改，那这里就会选择不一样的这样一个地址啊。它这里就会有一个 IP 地址的显示啊，那它这里虽然是没有明确的显示出来，它可能就是大家还是这样一个 IP 地址，但是我们打开一下相对应的这个板块页面当中，然后去进行一下输入，然后再次去查询到那个我们的 IP 地址，你会发现它是已经更改过的。那么它的地址所处于的话是塞尔维亚，那么 Glass 的话，同时它的地址也会进行一下更改，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那同样的话，这个 IP 地址是要进行自行的去购买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很高兴分享这么多啊，那我不知道是否对大家真的是有帮助或者怎么样，起码我们这样去做的话是可以进行多号多开的，因为 IP 地址也是相对来说是独立的。我刚刚已经演示过它是独立的，不要看现在这个 IP， 因为它是受保护起来的。然后这边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具体的实战教学啊。那么其实在视频末端的话，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那多开账户还是具备一定风险性的，建议不要在这个测试的这个浏览器当中把自己的有钱的或者是比较重要的钱包导入进去，基本上这种落空头的账号应该都是小白账号，只要输入到1个就可以，尽量一定要自己权衡一下利弊啊。那么同时它这个账号的价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贵的，那既然它很贵的，你就要去跟你所能得到的空头做一个价值就衡量。那很多人会说，那我也不知道它空头到时候价格是多少，或者是它上线的那个他给我的一些空头代币，到时候如果上交易所或者我也不知道价格是多少，我也不知道要怎么弄，所以这个没有办法，我也不好跟你说，我说你一定要去买这个，因为账号多开或怎么样，就一定会让你的利益最大化，有可能它可能持平了，刚好你付出的跟你收获的东西是一样的。但起码结合这么久来看的话，应该大家如果多号多开的情况下，一般都会有更好的一个收入和收益的均衡。那我个人是推荐于此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去做今天这个视频的内容。我相信视频内容的质量还是需要更多的提升，在运用一些运镜上或者等等类似的，那这个也是在普遍慢慢发展的过程当中，也没有那么快啊。不过也很感谢在这段时间当中各位观众老爷对我的照顾。那么如果有不懂的，请在评论区评论，那我会第一时间回复你。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拜拜。